海的那边是什么？或许只有在陆地上的人们才会这样想。这片大海宽阔的没有围栏，和囚禁着他们的狭隘世界不同，这里宽阔，蔚蓝，一望无际。有人为了自由和美学来到围墙外，有人为了将未来寄托于他人而跨越围墙，有人相信人类的潜力想拆掉围墙，绿盟将会渗透进每一个角落，复写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是为了主宰谁，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那是绿之王前去挑战黄金之王的往事。当时无色之王三轮一言和他的弟子玉韶神子也在场。比水流狂妄地表示要取走黄金之王的性命，并抢夺石板的所有权。比水流一脚踏出，崩开束缚，绿色的能量在周边涌动。紫下意识的拔刀被三轮制止。虽知王与王的斗争将会引来混沌，但要制服野兽就必须得使用蛮力。黄金老爷子脱下半臂迎战，充满生机的绿色倒影在紫的眼中，一句太美了不禁脱口而出。意识到自己的赞扬敌人，紫立刻精神。但他当时的王三轮一言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喜欢美丽的事物是他的天性，在这一点上无需压抑自己，但是他必须看清那份美丽的本质。一金一绿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空中，王的力量相互碰撞，引发恐怖的能量爆发，陈旧的秩序与新生的混沌。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到底谁才能征服对方？下着小雨的阴天，两名绿头盔被塞普特斯追进了死胡同，眼看两人无路可逃，就要被逮捕归案。少年从屋顶上一跃而下，一刀解决了塞普特斯。然而他并不是在见义勇为，而是在趁火打劫，抢走了原本属于两个绿头盔的任务，将芯片交给了游击成员黑子后，任务完成。少年不明白黑子为什么要将这种简单的任务交给那些废物，他明明自己就可以完成。黑子说自己还有更重要的生意，那就是寻回政府高官的儿子五条须久纳。寻找失踪儿童本该是警察的工作，但是对方利用绿盟的力量甩开了所有的调查的追踪，躲藏至今。但是黑子还是找到了他，也就是面前的这位少年。他会按照五条母亲的要求将他毫发无伤的带回家，但是对于五条来说，让他回家还不如杀了他。对方话不投机，准备开打。而就在两人即将动手之时，一只鹦鹉停在了路灯之上。作为绿之王的外在化身，他向黑子发布了新的讨伐任务。此时的五条还是个刚加入绿盟的孩子，他对于绿之王躲在鹦鹉后面发布任务的行为感到非常不屑。结果下一秒就得知这只鹦鹉居然是最高级的积极成员。接到新的讨伐任务之后，黑子无意再和五条纠缠，遁地离开了。五条怪鹦鹉冲出来多管闲事，这让比水流很疑惑。按照五条现在的实力，和黑子打绝对会输。他真的期待打一场必输的战斗吗？五条的回答是，他不会因为必输就选择退缩。因为这一句话，比水流对五条来了兴趣，决定观察他一段时间。五条家境富裕，从小到大得到的都是最高级的东西。按理来说，他这样的人生是人人都羡慕的，但五条却非常厌恶自己的生活。就算得到再高级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直到他交到了第一个朋友，对方非常憧憬绿之王，他也跟着加入了绿盟。但是五条很快就发现，他的朋友也是虚假的，不过是他父亲花钱找来的陪玩。他最后仅剩的真实，居然可悲的存在于虚拟之中。对于五条的身世，比水流也在幕后小查了一下，他是政府高官的独生子，衣食无忧，却离家出走3个月之久，一次又一次击退追兵，升到优阶。他很好奇是什么动机让他做到如此地步。五条讨厌总想要掌管自己一切的父母，他所接触的人、经历的事，全都要顾着对方的心意才行。他以前是个小孩子，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现在不同了，他得到了绿盟的力量。比水流还是同样的在利用玩家做着什么，对此比水流并不否认。但就像五条一样，很多的玩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在利用他的力量，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比水流许诺，如果五条能够收到季节去见他，他就将自己的梦想告诉五条。五条不相信什么所谓的梦想，但是又一次的击退家里派来的追兵后，他开始迷茫，他的一辈子难道就要这样过吗？而就在此时，黑子给他发来了任务合作的邀请，而他们这次要追捕的悬赏对象正是玉韶神子。子从小就对美有狂热的追求，他认为人在燃烧生命的那一刻最美。当人燃烧身心，梦想去成就些什么时，就会如太阳一般灿烂。为了追求心中的美，子离开三轮一眼，转投绿盟，目前是最顶级的技级，在系统里的悬赏点数高达10万，但他也对得起悬赏的高超实力，就连黑子都不可能独自应对，所以他找来五条希望合作。有五条作为诱饵，他在暗中偷袭，因为风险太大，五条要求多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以3积分账敲定合作，7万积分足够他升到季节见到绿之王。而这场高额悬赏正是绿之王为了筛选季节成员和子搞出的联合钓鱼行动。子几乎打遍了所有的优阶成员，但没一个看得上眼的。觉得无聊的子想要撤下悬赏令，但比水流让他再等等，还有成员没有挑战过。这话说完没多久，子就在桥上遇到了五条的偷袭，当然偷袭没能成功。子问五条以前是因为什么想要打倒他，五条回答道想要升到季阶去见绿之王，然后打倒王。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做的是打倒子。五条的镰刀横冲直撞的朝着子砍去，这种程度的攻击，子完全没有放在眼里，他甚至不用拔刀，用伞就能将攻击拦下。在他看来，
五条就像一只情绪激动的小野兽，认不清周遭与现实。然而五条咧嘴一笑，他的目的可不止于此。黑子猛地从水里窜出，手里的剑直逼子的背后，而就在两人以为偷袭得手之时，子轻描淡写的单手拔刀挡下了他的攻击，轻轻一旋身，五条的镰刀就击碎了黑子的面具。黑子捂着脸扔下五条撤退，五条觉得不甘心，然而子的伞柄已经抵上了五条的喉咙，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他这种动机不纯的玩家，可实力没有嘴巴厉害。子一把将五条挑下船舱，让他掂量自己的斤两之后再来挑战。虽然嘴上说着会扔下五条逃跑，但是关键时刻黑子还是出现救走了五条。少年一觉惊醒，发现对面坐着一个性感到爆的大姐姐，而这位大姐姐居然就是和他合作的忍者黑子。五条不明白黑子为什么会救他，黑子想起了自己的弟弟，但最后还是摇摇头，表示自己只是在卖人情。黑子自知对上子没有胜算，于是选择了放弃任务，但是五条不愿意，他这一生一直在逃避家庭，逃避追捕他的人，逃到最后逃来了绿盟。这一次他不愿意再逃了，为了打败子，五条花光了自己所有点数，购买了大量异能道具，在码头静静等待子的到来。碧水流觉得五条的行为和自杀无异，因为即使加上道具的加成，他的胜率依然小得可怜，而且要是输了，他的账号就会因为倒扣点数而被注销。碧水流又问了一次五条，他为什么想要打这场注定失败的仗？子的身影渐渐清晰，对此五条的回答是为了继续前进，他不在乎主宰世界的最终 BOSS 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唯有打败子，他的游戏才能继续下去。五条孤注一掷的孤勇不仅让碧水流想起了自己，明知道自己必输无疑，但他还是去挑战了黄金之王。这场战斗在绿之王的见证下正式开始。为了表示尊敬，子在一开始就拔出了自己没为过的名刀，紫色的剑气朝着五条横斩而去，仙气集装箱引发巨大爆炸，如此恐怖的威力，五条自然不会正面迎战，而是不断撤退，将子引到空旷区后，使出道具试图将其束缚。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小伎俩不过都是无用功。子轻松一刀就砍断了竖在眼前的高墙，追着五条而去。猛攻之下，五条完全不是对手，只能勉强抵挡，连连后退。就在即将被砍中的关键时刻，五条使用了土遁之术逃离，但即使如此，还是被砍伤了手臂。子有些惊讶，他很欣赏五条能在一夜之间有如此巨大的成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碧水流喜欢上了五条不放弃的信念，想要让五条成为他的氏族成员，但是他无权插手这场战斗，最终的结果只能交给天命。子很快在仓库追上了逃走的五条，这里就是决战的最终战场。五条事先在仓库里准备了大量的手机、异能道具，雷公之术发动，恐怖的电流朝着子当头劈下。子竖起长剑抵挡下汹涌的雷电，五条趁机挥起镰刀朝子砍下。然而没等五条靠近，子就已经弹开了雷电的伤害，朝着他挥刀而下。五条明知自己这一击绝对会被弹开，但是他已经无路可退了。五条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向子，然而就在此时，一把苦无从斜刺里刺向子，而就是这一秒分神躲避，让五条的刀成功抵上了子的脖子。但明明已经赢了，五条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他怪黑子插手对决，但黑子只说自己在完成任务。五条赢得了胜利，获得10万点数，成为了积极成员。子把衣服披在五条身上，碧水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五条感兴趣了，他们都是不愿意受人摆布，自己才是自己的主宰者，所以他希望五条来到他身边去见他。五条擦干眼泪，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绿之王。碧水流之前说过，只要五条见到他，他就向对方说明他的梦想，他要打造一款以世界为舞台的游戏，所以他想要五条陪他自己玩游戏，陪他一起实现梦想。五条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就这样，五条须久纳正式加入了绿组的大家庭。而之前给黑子发布任务让他支援五条的人正是盘州，他不忍看小孩子受伤，但又有些担心五条不能很好的侍奉王。碧水流表示自己目前虽然是他的王，但是等到世界进化成他应有的姿态之后，五条就会明白，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王。